富士山何时爆发令人担心，甚至有人考虑不到日本旅行。人们都想知道准确的日子，可惜靠现在人类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还无法办到。科学令人们失望，未能满足人们对追求得知正确爆发时间的欲望。科学与迷信虽然是两个极端，但同样引人入胜。相信不少人看过或者知道日本的寓言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。疫情期间在日本掀起了热潮，更令作品在2022年推出完全版，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。虽然这段影片的主题与这本漫画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原作于1999年7月1日推出，作者龙树亮把在梦中看到的事情记录起来，想不到梦境之后便成真，遗憾的是那些事情都是灾难。在漫画封面上可以找到富士山爆发的预知梦笔记和插画，插画画了富士山山顶冒出烟，然后发生大爆发。而右边的笔记写着1991年8月20日，是作者做梦的日子。当然，众所周知，在1991年至今，富士山还没有爆发。其实，富士山最后爆发是1707年，离现在已有超过300年。以近数千年的历史来推测，爆发周期是100年左右。按这个周期来推算的话，应该早已爆发，但到现在连一点爆发的预兆也没有。最深日本在之前介绍了富士山形成的过程，本集转一转角度，来看看富士山下一次爆发日期的预测。寓言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会作为一个参考，用作解释1991年这个年份的真正意义。在继续说下去之前，先要提醒大家一点，虽然根据科学无法预测准确的日期，但富士山仍随时可能会爆发，请大家去日本旅行时要做好避难的准备，吸收多一点可信的知识。东京都南方海域有数个岛屿，主要有八丈岛、三宅岛、新岛、伊豆大岛等。这些岛屿合称为伊豆群岛，都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。留意一下它们排列的位置，像排在一条线上。学者们把这个现象称为岛湖，而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形成了伊豆小笠原湖。试试沿着这条岛湖向北看，便会找到富士山。虽然富士山在本州的陆地上，但也是属于伊豆小笠原湖。这令不少学者把群岛的火山活动与富士山拉上关系。顺带一提，日本列岛上还有其他岛湖和陆湖，例如在北海道一带的千岛湖，东北地方的东北日本湖，山阴地方的西南日本湖，九州和冲绳的琉球湖。说到1991年的真正意义，其实这个年份与伊豆小笠原湖有密切的关系。其实不少日本人也以为1991年之后一年的1992年，富士山会爆发。原因是在1980年代，伊豆小笠原湖上的火山相继爆发。1983年10月3日，山宅岛火山爆发，熔岩喷出高100公尺，流到名为阿古的村落。现在可以找到当时遭破坏的阿古小中学校的体育馆遗迹。岛上共400座房屋受破坏。3年之后的1986年11月，离山宅岛以北70公里，伊豆大岛上的三元新山爆发。初期规模不大，吸引了游客到现场一睹大自然奇观。但过了几天后，规模突然变大，必须疏散岛上全部居民和游客。伊豆小笠原湖上相继有2个火山爆发，不少人估计3年后富士山可能会爆发。果然，3年后真的有火山爆发，但不是富士山，而是在伊豆半岛东部外海3公里海底的新火山，于1989年7月爆发。当时电视也有播放爆发时的片段。后来人们把新海底火山命名为手石海丘。这个火山不是在伊豆小笠原湖上，而是伊豆东部火山群中的其中一个，是单层火山，也就是只会爆发一次。虽然手石海丘是单层火山，但位置与伊豆小笠原湖相近，
离三元山只有40公里，所以有人把一连串火山爆发拉上关系。1983年、1986年、1989年均在富士山附近发生了火山爆发，接着人们便推测3年后的1992年富士山便会爆发。这个推测可以理解，但地球并没有那么单纯。大家也知道1992年伊豆小笠原湖上的火山或者附近地区都没有发生火山爆发。当时日本的社会风气有点像现在人们担心2025年7月日本会发生大型的天灾。不丹预知梦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的作者龙树亮，相信不少日本人看到电视介绍或新闻报道会做有关富士山爆发的梦。如果你对日本火山有研究，或者在1980年代在日本生活过的，便会理解为何预知梦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的封面上会有写着富士山爆发的笔记和插图，尤其是富士山冒烟和爆发的插图都是以山顶爆发为前提的，这个描写手法确实令人容易理解。但有看过这个频道之前推出的影片，就会知道如果富士山爆发，熔岩在山顶喷出的机会并不大。最近数次爆发，熔岩都不在山顶喷出。例如上一次1707年的宝永大爆发，形成了新的火山口宝永山，位于高度2100公尺至3150公尺东南山坡上。在上一次大型爆发是864年至866年的贞观大爆发，火山口是西北山坡上，形成了长尾山。根据地质的研究结果，下一次爆发时的火山口是山顶的机会不高，但实际在哪里还是不能准确的预测。火山爆发难以准确预测，有不少原因，其中一个便是人类进行客观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，只有100多年左右。在日本有111个活火山，有一些很活跃，而有一些处于沉睡状态。富士山可算是沉睡中，因为近300年也没有爆发。而说到活跃的火山，不得不提一直喷出火山灰，位于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。继续说下去前，先做补充，所谓活火山在日本的定义是指近1万年有爆发过，或者活跃的喷出气体的火山。为何是1万年而不是10万年或5000年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，只是在2003年日本的火山学者和气象厅经过商讨后而决定的。站在日常生活应付天灾的角度来看，是否为活火山的意义或许不大，因为就算是活火山，一生中也有可能都不会爆发。要讲解日本对火山爆发预测，便要理解樱岛火山的研究。这座火山不单一直喷出火山灰，而且近100多年有规模大大小小的爆发。例如1914年发生了大正爆发，喷出了约 1.34 立方公里的熔岩和 0.52 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和火山石。熔岩的体积是衡量火山爆发规模的一个指标。这次爆发把原本是火山岛的樱岛变成了半岛，熔岩把岛的东边和垂水市连接起来，可以想象这次爆发的规模。熔岩在火山之下喷出来，换句话说，在爆发前地下储存了熔岩。如果观察附近地面变化，可能可以找到预测火山爆发的线索。在1914年大正爆发之前的1891年，已经开始了水准测量，来测量地面点高程。简单来说，地面点高程即是地表各点的高度。著名的测量点有位于二良火山臼西边大崎之鼻的 BM2474。樱岛火山爆发之后，发现 BM2474 大概沉降了80公分，也就是藏在地底下的熔岩经火山爆发而喷出之后，地面高度下降。但 BM2474 并非在樱岛火山下，而是有点距离，是在二良火山臼之下。研究发现，藏在二良火山臼之下10公里的熔岩被释放出来。从最初记录的1891年至爆发前的1914年，地面大概上升了30公分。针对樱岛火山的观察和研究，发现了地面升降、地底熔岩位置和樱岛火山喷发的关系。在参考之后多年来的数据，
现在 BM2474 地面的上升程度还有20至30年左右，樱岛火山便会再次爆发。当然，大自然深不可测，变化的速度未必相同。樱岛火山由1972年起活动变得活跃，平均每年会爆发200次，多的时候达400次。但并不是每次都是大规模的爆发，而喷出的火山灰影响鹿儿岛市的居民。导演在2022年游览鹿儿岛时，和在当地长大的大学生交谈。他说，念小学时火山灰比较多，而最近已变得很少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认为用类似的方法可以用来预测富士山何时爆发吧？可惜这是不可行的。首先，樱岛火山何时爆发仍然未能准确预测，把相同方法套用在富士山上意义有限。其次，尽管可以准备测量，但富士山还没有爆发，所以不知道爆发时的各种数据，无法作为对比。相对火山活动活跃的樱岛火山，300年来没有爆发的富士山其实是很陌生的，只有靠古籍来了解它以前爆发的情况。之前提到富士山是属于伊豆小笠原湖，可能有人认为研究这个岛湖上的火山便能推测富士山的爆发时间。火山专家也有这个想法，并且尝试提出不少假设。有关火山湖主要可以分为2种，一种是岛湖，而另一种便是陆湖，根据湖是在海上还是陆上而定。例如，位于宫城县和山形县的藏王山是著名的火山，位于东北日本湖这个陆湖之上，而伊豆小笠原湖是海湖。在地理课堂中会学习到地球有多块板块，其中分为大陆板块和海洋板块。海洋板块因密度大，温度较低，会潜到大陆板块之下。富士山的情况有点尴尬，虽然是属于伊豆小笠原湖，但位于陆地之上，所以要理解富士山便要花更多时间研究。东北日本湖直到在2000万年前是欧亚大陆的边缘，是大陆的一部分，地壳是花岗岩，厚度估计有35公里。而伊豆小笠原湖在5200万年前位于比冲绳更南的赤道附近，当时已形成了岛湖。这个岛湖是在太平洋海板块边界浅下时因压力而形成，地壳含铁质和镁较多，属于闪长岩，厚度估计有20公里，算是未成熟的岛湖，地质活动也相对较为活跃。从地质学和火山学的角度来研究，便可以客观的而且更详细的发现形成火山湖的差异，比起只看爆发周期和外表，更能深入了解每一座火山。再进一步看看藏在东北日本湖之下的岩浆房，估计深10至15公里，而伊豆小笠原湖只位于5公里深处，所以熔岩比较容易喷出。另一种将岛湖分类的方式是判断潜入板块下的角度，这是日本的科学家上田诚也和金森博雄所提出的，把潜入角度小的归类为智利型，把潜入角度大接近90度的归类为马里亚纳型。板块潜入角度小的智利型，因板块接触面积大，压力较大，地壳较厚，形成高高的山脉，而火山活动不太活跃。例如横跨包括智利等多个南美国家的安第斯山脉，高4000至6000公尺。另一方面，马里亚纳型的潜入角度大，板块接触面积小，压力较小，地壳较薄，形成山的高度不高，火山活动较为活跃。东北日本湖的潜入角度是40度，比较接近智利型，形成了奥羽山脉。而在世界上算大规模的伊豆小笠原湖是65度，比较接近马里亚纳型，没有形成山脉，只连成了一排火山岛屿。岩浆房的深度、熔岩的成分、地壳的成分、板块潜入角度等等，都是研究火山爆发时间和规模的一些指标。那么富士山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富士山不是山脉，是一座独立的火山，只是山坡比较平坦，山脚延伸到比较远的位置。不过藏在地下的岩浆房比较深，
相比伊豆小笠原湖的5公里，根据最近的研究，富士山的岩浆房深达20公里，比东北日本湖的还要深。看来单以湖的分类，也难以简单预测爆发时间。富士山的位置刚好是在多板块之间，有欧亚板块、北美洲板块、菲律宾板块。另外，也受太平洋板块的压力影响，所以高度较高。而在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，富士山的构造比较特殊，内部藏着数座旧火山，经过多次爆发，也是形成较高火山的原因之一。了解了富士山与位于伊豆小笠原湖上的火山岛的差别之后，便不会只凭1983年、1986年、1989年这3次火山岛和伊豆半岛旁的海底单层火山爆发，而推测富士山会在3年后的1992年爆发了吧。近年看到不少报道，是有关南海海沟特大地震发生时会造成什么人命和经济上的损失。这些报道也会提及富士山爆发和邻近地区发生地震的关联，通常会说当附近发生了大地震和富士山爆发有互相诱发的关系。例如1707年发生以南海海沟为震源的宝永地震之后的49日，富士山便爆发。而比较近期发生于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不久，不少火山之下的地壳活动也变得活跃。在311的4日后的3月15日，富士山发生了 6.4 级的地震，但没有爆发。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相模海沟的地震，之后富士山也没有爆发。再看看邻近地区地震与富士山爆发的年表，可以说是有关系，也可以说是没有关系。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，说是有关系的话，必须解释机制，而不是纯粹凭直觉判断。而在统计学上来看，地震和火山爆发次数不多，因此怎样定义诱发亦成了问题。例如，两者相隔3个月、相隔半年、相隔1年，算不算是有关系或诱发？这也难以说明两者是有相关关系。回想1983年至1989年伊豆半岛一带发生的火山爆发，只凭3次爆发便要引导出有意义的相关关系，看来有点勉强。在2021年，东北大学发表了研究报告，有关因大地震而诱发火山爆发的机制。这份报告说明了相关机制，但有许多附加前提，仍然没有说明两者的相关关系。就算知道了机制，发生了地震之后，也无法预测火山爆发的时间。之前介绍了葛饰北斋的富岳36景，这个浮世绘系列是在1831年至1834年之间发行，而北斋的一生是1760年至1849年，所以他亲身所见的富士山是宝永爆发之后的模样，即使和我们所见的没有大分别。而参考更早期的典籍，可能得知当时富士山的模样。例如著名的《竹取物语》，故事讲述皇帝想凭借权势强取主角辉夜姬，但辉夜姬拒绝而升到月亮。皇帝失去了最爱，认为拥有长生不老药也没有意义，便派使者到最接近天的高山把药烧掉。那座高山位于骏河国，即是现在静冈县一带，也就是富士山。富士山的日文发音是 Fuji， 在日文中与不死同音，所以有人认为富士山是得名自不死。而高山烧掉情书和灵药，令高山不断冒出烟。这故事不能当作真实历史，但可推估10世纪初，当时富士山山顶是不断冒出烟，而富士山确实在937年和999年均有爆发。相比创作故事的《竹取物语》，描写实际生活的庚吉日记可能更可信。庚吉日记是日本高中国语科会学到的古典，作者是菅原孝标女。菅原孝标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孙子的孙子，孝标女是孝标的女儿，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所以以孝标女称呼。菅原孝标父女住在上总国国府，即是现在的千叶县市原市。父亲因完成了职务，经东海道回京都，途中经过富士山的山脚。女儿当时是13岁，
日记里写着，在山顶平的地方冒出烟，在黄昏时像在燃烧一般。黄昏时的描述是火山常见的现象，相信日记里的内容具可信度。作品是女儿在52岁时回想以前的遭遇而写的，内容由1020年至1059年的近40年的经历。作为冠有日记之名，但不是真正的日记，而是平安时代流行的女性作者日记式文学。顺带一提，于2024年由 NHK 播出的大河剧《至光之君》中，菅原孝标女又在剧中登场，她在剧中的名字是因为拍剧集而改的。介绍了以前日本人所看的富士山，得知当时有冒出烟，而且在8世纪有史以来共爆发了10次。与当时相比，现在的富士山简直是十分的平静。虽然曾有少量冒烟，但没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，所以真的猜不到何时会爆发。相比具客观性但没有确实答案的科学研究，有具体日期的预言梦更令人感兴趣。预言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，作者看见的预言梦指2025年7月会发生大型天灾，是否相信这个预言是个人的自由，而预言内容没有否定其他日子发生天灾的可能性。天灾会在什么时候降临？就如311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，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，没有人能准确预测。我所看见的未来的作者自己也说明了，漫画中所描写的并不是311，因为海啸的规模不同，漫画中人物是穿短袖的，但实际上311发生时还是冬天。如果富士山爆发时，包括在东京在内的东部地区会直接受到熔岩和火山灰影响，当然日本全国也间接会受到影响，令生活产生不便。之前收到观众的询问，有关富士山会不会不吹偏西风，使火山灰不吹到东京。根据多年来的统计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吹偏西风，所以以东地区受火山灰影响的机会很大。富士山危机地图在2023年再次修订，显示了政府重视富士山爆发，希望居民能够及时避难。不论预言梦是否准确，当天灾发生时怎样应变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住在富士山附近或以东地区的话，不妨认真看看危机地图，保护自己和家人。